2025年6月1号，乌克兰安全局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降维打击，用100万美元的代价，把俄罗斯几十年打造的价值70亿美元的空基核打击能力给予了致命一击。俄罗斯失去了核威慑能力，普京谋划的3位一体也因此降为了2位一体。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军工代谢能力无力恢复失去的图95、图160等飞机，让俄罗斯永远告别了远程战略打击的时代。大家好，我是大兵。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俄罗斯这次究竟失去了多少战斗力。6月1号当天凌晨，俄罗斯多地的空军基地，从北极圈的摩尔曼斯克州奥莱尼亚基地到西伯利亚腹地的伊尔库茨克州别拉亚基地，火光冲天，爆炸声是此起彼伏。成排的图95等战略轰炸机在停机坪上被火光吞没，没有预警，没有防御，甚至没有反击。俄罗斯军队引以为傲的那些轰炸机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变成了一堆废铁。随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随即宣布，代号蛛网行动的特种作战取得历史性成功。这场筹备18个月09天、跨越6000公里的精准打击，不仅重创了普京的战略威慑王牌，还永久改写了现代战争规则。根据乌克兰官方报道，本次蛛网行动中，俄罗斯军队至少损失了41架战略轰炸机，其中包括有 A50 预警机、图160、图95MS、图22M3逆火轰炸机，其中图95损失尤为严重。要知道，这些都是俄军远程打击主力。一架图95MS 可携带16枚射程5500公里的 KH-101巡航导弹进行战斗。图22M3逆火超音速突防机型专用于战术轰炸，发射的 KH-2232超音速导弹突防能力极强。A50 预警机，俄军空中指挥核心装备以及其他数架运输通信与加油机，而图160更是宝贝，整个俄罗斯也就16架。乌克兰方面估算，轰炸机的损失就高达70亿美元以上，且不可修复。当然，俄罗斯国防部第一时间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自己虽然受到了袭击，但是只损失了2架图95和1架安12运输机，其他都是乌克兰的宣传战的夸大。双方提供的数据差异过大，很难说服旁观者。但是随着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传了拍摄的现场图像和商业卫星图，这些图像显示，包括别拉亚、奥列涅尔戈斯克基地在内的多个地点都出现了大面积爆炸痕迹和毁伤残骸，与图95、图160的机体轮廓高度一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乌克兰的说法是真实的。而在这次袭击中，克里姆林宫的真正噩梦不在于损失本身，而在于永远无法恢复这些战力。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俄罗斯的军工代谢能力。俄罗斯已经没有恢复生产这些战略轰炸机的能力，这些被炸毁的轰炸机大多都是苏联时代的遗产。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就再也没有自主生产过一架新的战略轰炸机，一直以来使用的都是苏联时代已制造但未装备设备的机身组件。这批被轰炸的飞机个个都是苏联时代留下的传家宝，图95MS 熊已经是冷战时期的老古董了，已经停产30年。1952年首飞，现役约大约60架，是核空机3位一体的骨干，负责远程核巡航导弹发射任务。被炸的这批大都是1970年代制造的旧型号，虽然经过电子战系统升级，但内部结构依然是冷战钢铁骨架。这个型号早就停产，你让俄罗斯新造一批，不好意思，原始工厂在苏联时期就已经解体，最后一条生产线于1992年关闭，关键供应商也不复存在。俄罗斯空军目前能做的只是翻新老飞机，或者给旧机体打补丁。图160海盗旗、远程高压音速巡航打击、核打击、常规轰炸机，1981年首飞，1990年停产，2015年启动小批量再生产，现役共约16架，其中大部分为翻新旧机。俄罗斯这些年确实在试图重启图160生产线，但生产极其缓慢，原因很简单，它是半拼装工程，就是使用苏联时期遗留的零件和库存，再用现代工艺做拼图，连发动机都是翻修的 NK32 老型号。截至2025年6月，俄罗斯军队新造的图160不到5架，完全跟不上战损补充速度。再考虑到乌克兰袭击的是停机坪上的整机，而非仓库里的备件，所以这种损失几乎是永久性的。图22M3逆火曾经用于战术核打击的巨兽，1969年首飞，2000年正式停产。俄罗斯军队库存约30架，曾经是苏联高价值战术平台，如今早已过气，甚至被俄罗斯军队一度打算退役。能保留到现在主要是实在是造不出新的。而这次乌克兰摧毁的几架也属于能飞但不能打的半残机体。蛛网行动最致命的战略后果是抽掉了俄罗斯核威慑的一条腿。现在核威慑有个关键词叫3位一体，即陆基洲际导弹、海基战略核潜艇、空基远程战略轰炸机，三者相辅相成，
才能够构成不可摧毁的报复能力。在冷战时期苏联就学美国搞了全套。苏联解体后，接收了绝大多数遗产的俄罗斯继承了这一体系。图95、图160等战略轰炸机就是3位一体中空基远程战略轰炸机，既能挂巡航导弹远程打击，也能灵活部署，提供人类意志参与的选择窗口。而这次重磅行动俄空基核力量直接削减近40%。美国战略司令部评估报告曾指出，当一国空基核力量损失超30%时，其核3位一体体系即宣告失败。俄罗斯此役恰达此临界点，普京手中最灵活的核大炮已被折断，核轰炸机的生存率从战争初期勉强能飞变成无稽之谈，空中战略预警系统瘫痪，等于闭眼飞行。这意味着俄罗斯的3位一体已经降级为2位一体。美国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这次不仅炸了飞机，更是摧毁了俄罗斯军队在核战略中的第2打击灵活性。未来如果俄罗斯遭遇突袭，剩下的只有地下发射井和潜艇2条路，失去了通过空中平台展示核意志的手段。一场用500美元碾压7亿美元的战争范式革命。从后期复盘来看，蛛网行动整场策划无比简单，数百架 FPV 自杀式无人机被拆解藏入特制木质货轮，由毫不知情的俄罗斯卡车司机运送入境。这些移动炸弹在分散潜伏数月，乌特工秘密分流潜入组装，无人机只能静待指令。6月1号凌晨，星链卫星系统同时唤醒潜伏的无人机群，AI 目标识别系统引导他们扑向停满轰炸机的俄罗斯军队基地。117架无人机如蜂群般突破防线，5座基地同步遇袭。俄罗斯军队防空系统在多点攻击下彻底瘫痪。简单的不可思议，但效果却非常惊人。我们再来看看这场攻击的经济账。乌克兰 FPV 无人机成本500美元一架，每架图95价值 1.1 亿美元，每架图160价值3亿美元。这场成本仅100美元的行动，却造成俄罗斯军队70亿美元损失。换句话说乌克兰用无人机加星链模块的电池包，就打掉了俄罗斯几十年军备工业的血汗结晶。面对这场堪称空军珍珠港的打击，俄罗斯该怎么办？想重建，没钱没工业没时间；想反击呢，核武也得靠平台发射。轰炸机是核战争的最后谈判者，能飞能示威能谈判。现在这些平台被一锅端，连表演威慑都难，想躲避，星链让你无所遁形。乌克兰无人机用的是星链小型终端，就算在西伯利亚冻土层照样能够精准导航。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次乌克兰不仅是在军事上重击俄罗斯，更是在心理上战略上把俄罗斯推向了失去主动权的深渊。俄罗斯虽然仍拥有数千枚核弹头，但失去翅膀的核威慑如同困兽。蛛网行动证明了，在技术民主化的今天，小国亦能对大国发起斩首式战略打击，而这仅仅是非对称战争革命的开始。军事强权的定义或许已被永久改写。好了，蛛网行动就说到这儿了，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